我喝醉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喜欢摸女生滑滑的皮肤，而且皮肤很好，我就这样一直摸着她大腿，然后就一直这样转圈圈，然后喝得很醉，然后就滑，差不多我就跟若琪说，若琪，那我要回房间睡觉了。然后我回房间之后呢，我就看到若琪传个讯息说，我在房间浴缸放好水了，洗澡。然后我想说，若琪是要找我去跟她一起洗澡吗？那时候他还没有养生达吗？有啊，他们已经交往啦。然后我就想，哇，他们玩很大哦。每次到了暑假7、8月份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所有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 po 出任何在海边很 chill， 喝着啤酒，然后看着海滩、看着比基尼的这一种照片。每一次所有的照片，然后包含那些小小的 story， 都觉得说，为什么？ Mojito， 我突然，因为你刚才讲酒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要讲一个那个我最爱的，然后一直想不出来。然后我现在想到了，就是 Mojito， 对，薄荷碎冰加到爆，对，酒精浓度要够，对。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必须，因为有些 Mojito 过甜，有些对那个bartender不知道装什么好人，就是给你很淡的 Mojito， 很薄，太薄了，对，都跟他说 double， 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照片啊、影片，光是现在这样聊，我就好想要赶快去海边，光想就有画面，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真的是出去海岛国家的时候，或者是海岛的地方的时候，遇到什么是非常让你觉得很不好的玩的事情？有啊。去巴厘岛帛琉，然后带女儿跟我婆婆，还有公婆。你说成员不好玩？好玩。对啊，你就变成是我们如果是姐妹淘去，就是你爱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然后起床吃个 brunch， 然后就开始喝酒。就是女儿就会说你不吃早餐哦，我说我没有这个习惯，她说谁要带我去吃早餐？我说你可以找阿嬷啊，什么什么什么。今天行程是什么？他说可不可以叫 relax？ 他说什么叫 relax？ 你真的很不负责任。哇，不够chill了。这个就chill个屁呀，没有chill啊。chill不出来了。chill不出来，真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几位呢，也是很常去海岛国家玩乐的人，告诉我们海岛国家真的这么好玩吗？还是有一些尴尬事情呢？欢迎 Junior。你们目前都还没有经历我的那种痛苦吧？还没有，所以你们自己去海岛国家应该很开心啊。是还蛮好玩的，像我觉得最好玩就是去朋友在海岛办婚礼的那种。而且那个要建立在大家都在20几岁，就是他是第一个结婚的，然后没有人要带小孩的，然后那种对全部出发。所以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去冲绳，我开心到就是我是伴郎，然后所以隔天呢新郎他是弄一台游览车在他家，我们早上5点要出发。那我们前天晚上所有的伴郎太开心，我们就先去喝酒，在夜店玩，一定要还没出发前。然后我喝一个太开心之后，我忘了，我根本没有想到隔天我5点要集合这件事情。我是喝到一半，在夜店在信义区喝到一半，突然间有一个伴郎他已经回家了，然后他在打电话给所有人确认明天的状况的时候，发现找不到我，然后他就在冲回夜店。我印象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喝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只手伸出来抓着我，你跟我回家整理行李。接下来我就没有意识了，我就断了。所以什么打包行李什么你都不记得？我完全不记得。我开始有印象的时候是在那个冲绳的国际通大街。就是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就是这样。你还顺利去到冲绳？我那时候20几岁，我喝醉，我以前喝醉酒是，我都会好像没事，但其实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格。然后反正我开始有意识，是我觉得那个这记忆开始出现了，是在冲绳的国际通大街，然后有人递了一支小香槟到我的面前，就是回魂酒的这样。然后我看到小香槟，喝了一口，起来是。我刚才不是还在吧台吗？我现在已经在冲绳了，我的所有记忆就从这时候开始，中间什么通关啊什么我完全不记得，冲绳机场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然后谁带领着你？然后就旁边有人，我也不需要搀扶，他们说我就是。而且谁帮你打包的？真的哇，这种从头到尾都我自己打包的，所以还造成就是。所以你衣服是对的吗？对，就是我大概就带了西装，就是婚礼那天的是正确的，其他就是反正冲绳还好，就是简单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是其实我们前天所有的伴郎就已经是醉的，然后隔天我们到了冲绳之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天就 peace。不要对，因为还有女方的亲友，我们乖一点，所以我们就一路国际通什么，就大家就喝了一人一支小香槟以后就停了，所以到晚上大家吃饭的时候，
女方那边的男性亲友就看我们很没有，哎呦，真的就是瞧不起你们吗？对，因为我们在楼上吃饭，然后他们就有一群下楼抽烟的。那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当天晚上自己坐飞机来的，他说他到楼下听到一群台湾人在那边说，我看楼上男方亲友那几个不能喝，行不行？是，然后我朋友一上来就跟我们说，原来就在说你们这些不能喝的，我们就好。隔天呢，我们就要去跟着新郎新娘要去看婚宴的场地，要做一次 rehearsal。我们在一上游览车就一人拿了3手啤酒，然后就开始新郎在他们新郎新娘在准备婚宴场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那个女方亲友过来，喝啊，喝啊，好屁哦！我们就开始，婚礼还没认识，根本还没开始，根本还没开始，小屁孩。女方的那些亲友男生已经就是头歪七扭八，挂垃圾袋，然后说我们不要啊不要，然后隔天早上起来，我们在那个饭店办的婚宴，早上起来我们要换饭店了，那个男生的新郎的爸爸去结单，我们还在那边就是这个有点好累哦什么，然后男方爸爸结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男方爸爸这样子肩膀这样抖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们比酒钱吗？哦，很赞，我们就怎么了？对，很棒。我们把那个残波甲那个饭店，他所有每一个厅的酒调过来都喝完，是清酒什么酒？对，所有，我们就大获全胜。然后我们离开饭店是那个服务生什么2排是这样，哎，那个都就是恭送，大概有到200瓶吗？超过吧，就是很疯狂哦。我们就是已经，他下面有 KTV， 所以我们还在 KTV 乱玩。再隔一天晚上，这是我人生的败笔，就是因为我们到冲绳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那个我们就在那个国际通晃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女导游看起来老衰啊老衰。然后那时候我26岁，然后我就估那个女导游，我怎么看她了不起35、6岁，我就觉得20几岁的男生看到35、6岁的姐姐，她还是最有韵味、很正的时候，然后我就不错，蛮正的，晒黑运动型的，对，就是很正的女导游，身材很好，大概身高有170的那种。然后他们就说，晚上约女导游，看我们能带我们去什么居酒屋，冲绳 local 的，我就好啊，听起来就很赞。然后当天晚上大家还就是香水还是弄好这样，我们就几个男人在房间。我是属于比较直接的人，所以大家离开饭店房间，我们跟女导游约晚上8点在楼下集合。到了房间门口，我先出房间门口，我就把门关起来，我就说，今天我去就好，你们不要来，我就把门关起来。你这也蛮那个，我就直接说，我觉得今天我去就好，我觉得我先探探状况，试试水温，对，就是先看看女导游会带我们去哪里玩，好玩你们再来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很兴奋下楼，女导游还说，你朋友呢？我说，他们累了，要睡觉。我就跟女导游就到了，他就坐电车带我到了一个冲绳的居酒屋。对，只有你们2个，就我们2个都不尴尬。哇塞，26岁的时候哪会觉得尴尬？你会跟一个姐姐，然后姐姐就会那种跟你讲解冲绳，你就然后就到了居酒屋，我们就很开心在吧台喝，然后喝的还不错，大概喝了1个多小时之后，他就说弟弟你几岁啊？我说我26，然后他就26，你年轻哎，跟我大女儿一样大。大女儿也26。对，然后他到底几岁？我就这样子看着他，我想说，这肯定不是36岁可以解决。我就看着他，我说，那姐你几岁？他说我51呀。哇，那他保养得很好，保养超好。可是看起来还是正妹嘛。对，但是那过不去啊。为什么？真的过不去。为什么？baby 他离婚了。他可以把我生出来你不要想那么多，你26岁，你干嘛想那么多？年龄只是个数字。对，那个恐惧感，我想他大女儿跟我一样大。恐惧什么？就是那还是很疯狂的一件事。什么？如果现在是51岁，我就处理了。问题是那时候我26岁。不是处理啊，不是，我觉得情有可原。请问现在你要怎么处理51岁？不是处理啊，现在也不能说，讲这么多也不能处理了。你也已婚了。对啊，我的意思说，如果现在未婚遇到51岁很正的姐姐，是 OK 啊。可是那时候我26岁对一个51岁，你心里面还是就是吃不下去。对，然后我就跟那爸来说，谁妈在买单，然后我们就回饭店，然后回饭店我朋友还说，你怎么这么快？对啊，你想说今天晚上你
应该不会回饭店房间。我说没有啦，聊天没事。我都说的没什么，我都不敢讲51岁的事情。后来是隔天我们要去看那钟乳石洞，然后就两个进场，那女导游竟然还跨过我的朋友，就传一张纸条给我。来了，什么纸条502号房。他就把他的房间号码、电话号码什么都给我。真的？他是离婚了吗？没有他。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走的那天，他大女儿还来送行大家，然后我就看着他想说好嘎仔，不然的话叫一声，要是有什么状况叫个爸爸，我过不去。然后最好笑的是，我知道他51岁之后，我从那26岁到现在，我所有朋友看到我都会讲啾，因为51那时候很流行射飞镖，51刚好是17的3倍，就你测到那一格就会啾，所以所有人都看到的，那个啾，这件事情流传超久。所以反正 anyway， 他给你纸条之后，你也就没有回应他就对了。那个纸条我就不敢回应啊，想说这个事情很严重那他就很尴尬啊。不是啊，那个是我们就停留在这边就好，再下去我会很尴尬，对不对？像我就觉得办海岛婚礼的话，第一就是那对新人很想不开，因为我们喝醉都是很疯狂的人。然后那一次就是我跟我的朋友，那我朋友他就是伴郎，是一个 gay， 然后他跟新郎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就是以前的高中同学。然后前一天呢，我们就喝很醉，然后醉到呢，我们跟新郎就说我们就是最后大丈夫，然后我们就把新郎拖去国际通了。拖去国际通之后呢，他留了半年的头发，就是为了那天结婚的时候要抓很帅的新郎头。我们去国际通那个发廊，然后他是一边喝着 Mojito 一边剃头发的发廊。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是最后大丈夫，我就一把剃刀就把那个新郎的头发剃掉。剃掉之后，我那个 gay 朋友就那个伴郎就说我也要一刀，然后我就说对，我们情比金坚。后来我们就剃，他就变颗光头了。隔天呢，新娘看到之后呢，就是无比生气，想说你们昨天晚上到底在搞什么？新娘完全笑不出来，而且我们跟新娘不熟，我们是新郎的朋友，所以他们就是女方那一方就真的是超级生气，想说你们昨天晚上到底怎么玩的？为什么好端端的新郎他变成光头？然后我们就是那一次后再也没有看过这一对新人了。那我烦恼了吗？就是新郎可能也不太敢跟我们联络，因为怕新娘那边会生气。可是那新郎剃完那个平头之后，他隔天起床是生气的吗？他不会，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就说死定了，我老婆很生气。但是婚礼你们还是有参加吧？有婚礼我们还是有参加，但是我那个 gay 朋友他是伴郎，他喝醉，然后喝到食物中毒，就是有上吐下泻，他就没办法出席，什么啊？变成伴娘很多，但是伴郎我跟你讲，海岛国家办婚礼还有一个问题，真的很容易食物中毒。对，因为我们有次也是真的不用带小孩，因为就只有受邀父母嘛，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就是海岛国家，我想说哇，总算可以 relax，然后就开始吃，然后我就在那边又有那个现场的 band， 你知道我一上去唱，然后喝懵了，就是下不来，对，然后反正偶尔下来在补酒的时候，我老公就说，我先上去一下房间，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上一下厕所，然后我就说 OK 好，那我在这边好，他说你等我。然后我就在那边继续很嗨的玩，然后他就下来，我说怎么样？他说没事了。然后大概又有3分钟、5分钟，他就一直说 baby 我再继续一下，然后就一直整晚一直 repeat， 大概来回10次，他就说 baby， 就是他眼神变，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觉得你很过分吗？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都不觉得我上下这么多次。你都不会关心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吗？我说那不就是拉肚子吗？他说你都不会想要陪我，然后你自己在那喝得很开心，你不是应该要回房间照顾我吗？我说可是我应该一个人留在这边，然后就是至少我们夫妻俩有一个人，不会说大家都有一个人撑场啊。我的理念是比较对，对我们俩夫妻来就总会有一个人撑场吧。然后他就说我真的觉得你很自私，讲出这种话，然后我就。再喝一杯，对，就是把那杯这样干了。他说好吧，老娘就今晚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就那个隔天之后，大家要集合要搭飞机，然后每个人出来的时候都这样，每一个人就逃走这样。啊，你也是吗？我没有，就是很多，因为他酒喝够多，所以他下去。对，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会真
屁眼多痛，什么喷了多少，什么，但就是我是 OK 的。我要看其他人怎么那么弱啊？因为我的经验就是酒喝够多就不会食物中毒、杀菌。对，但真的假的？真的，但刚才姐那个，我觉得在海岛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喝酒的时候情侣很容易吵架。这不用在海岛国家吧？对，这台北也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只要喝醉都会发生很荒谬的事情。然后那一次就是以前跟前任男朋友去长滩岛的时候喝酒，那因为在海岛国家很多酒吧都会有那种拼酒大赛，就可能你连喝13杯 shot 就给你一件 T 恤，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名誉的问题而已。但我那时候很不会喝酒，所以我大概喝到第3杯 shot 的时候我就已经倒了，倒在那个海岛国家的露天包厢，然后睡着。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已经在舞台上跟3个很漂亮，大概身高170的女生在那边跳艳舞，而且是黏巴达很黏。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么娇小，然后你这么年轻一个女生在这边，你都不担心我的危险吗？如果直接一把被人家扛走怎么办？所以我就上舞台跟他吵架。但是当我冲上舞台吵啊，因为他在跟3个女生跳，没有，是他在跟3个女生跳热舞嘛。那我当然很生气啊，我就冲上去之后，想一把拉的时候，我想说不对，这3个女生是变装皇后，所以她们是。就是真的很漂亮，但力气很大。然后你远远看，你会看到我跟我男朋友在跟3个很漂亮的女生跳艳舞，但不是他们这样跳的时候，其实一直架我拐子，然后我就是一直被撞，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跟他们抢猎物。对。然后我那时候又很醉，所以我就是真的差点死在长滩岛的那个酒吧舞台上。所以在舞台上是一直这样子。我就是被这3个变装皇后打，然后我就是一直这样，他们就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要去抢他们的男人？但其实那个是我的男朋友。有帅到这种程度吗？我觉得可能很昏暗，然后又加上我那时候男朋友蛮黑的，他可能也觉得他是他们一样菲律宾人吧。对，然后后来我觉得真的是差点死在长滩岛舞台上。就很荒谬。陈德烈去那边应该是把妹吧？我去海岛国家，我喜欢做2件事，最重要是潜水，因为我觉得潜水我没有很强，但是我很喜欢看海底的那个世界。因为我觉得就是看鱼啊、看珊瑚很好玩。有一次我就到关岛，然后去船潜，有先做过功课，然后在去海的路上呢，也碰到一个同伴，然后他也是很厉害，潜水经验也很丰富，然后给他看，他喜欢摄影，那我没有喜欢摄影，但我喜欢看，然后我们就这样聊天1个多小时的这个行程吧，然后准备要下去了。下去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就照着教练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区域已经确定好，然后想说，因为那一船还有20多个人，所以其实导游是慢慢带我们下去，就跟着人应该就 OK 啊。但我想说，我们2个经验不敢说很丰富，但是我们比较就是想多看一点，我们就是脱队了，我们就是看了之后很开心，可是突然呢就是像地震一样，有那种就像那个沙漠起风尘暴一样，这样突然一片整个珊瑚礁的那个泥土都飞扬起来了，接下来流就来。那很危险。然后我们就被带跑了，我们2个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是赶快贴着，就是像那个蜘蛛人一样粘在那个珊瑚上面一直粘，然后那个时间大概有1分多钟吧，才开始没有流。然后后来我们也慌张了，因为我们其实脱队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也不晓得，因为方向感也不见，对，那很恐怖哎，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就是你看我看你，那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拿我们的小刀在敲我们气球，就是一直敲声音，一直敲声音，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心里面很紧张，但是脑子里面要告诉自己说，不要用力呼吸。你们那时候是多深了？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才50-60米而已。50-60米很深，还好，50-60米还好，深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要潜下去啊，我们就是要去看那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有经过那个流之后，我们就乱了，我们人不晓得我们依附在哪一个珊瑚礁上面，我们就一直敲，然后就很慢的呼吸。好可怕。后来差不多到了10多分钟之后吧，导游才带我们，找到我们，然后他至少有听到，还好很久，真的听得到吗？呼吸量就很低哦，很低，因为我们10几分钟，我们差不多10分钟之后，我们潜下去10分钟之后，我们就快潜了，因为我们想说赶快冲深一点，看远一点。结果碰到那个，我们是真的很紧张，蛮危险的，因为一支气瓶慢慢呼40多分钟一定就用完了。对。所以你们后来浮上去之后，船是不是已经不知道在哪了？后来我们就是他们有法会啊，因为房间开始在办，船有那个浮标啦，附近有浮标。得烈，没有，你听到有人放鞭炮，但是
导游一直在念我们说你们不能这个样。UIP 就是把我们勾勒出我们最可爱的那一面。他自己讲，好赞哦，超赞的。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一个是天空的，就是那个也是很白目的行径吗？蛮智障的一个行为。忘了带伞。高空弹跳我是就是人家背着我了，我没有那么强，就是人家背着我去跳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找有经验的这个高空跳伞公司，然后我找的一个教练是外国人，然后他的经验有3年多。我觉得3年多应该蛮不错，蛮安全的。后来我们就上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录影的关系，所以节目有录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效果这样子。然后等到要下去之前，那个导游就是那个跳伞的教练都是笑说没有问题 ，OK， 这趟旅程非常安全。我心想 OK 好，然后跳下去的时候，哇，那个云打上来好清凉。后来想他开始做效果，因为这边一台 GoPro， 这边一台 GoPro， 头上一台 GoPro， 我说哇好嗨啊，好棒啊！然后那个教练就开始骂脏话，然后用脚勾住我的脚不让我动，然后开始拍我。是外国人吗？外国人，因为很高大才架住我这样，我想说我就不能动了，然后他就一直骂脏话，我心里想说不是啊，可是我在录，我在做效果啊，好像很嗨的感觉。哇！后来下来之后呢，他就说跟那个旅游公司人讲说，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他说今天是13号星期五。哦，对我们来说，黑色星期五。对于外国人来讲，而且他又是经验丰富的，他就很相信这件事情。他觉得飞机上面怎么操作都没关系，但是在跳出去天空的那一刹那，你一定要听我的，你要照着我的指示做。我心想说，哦，对，外国人有那么信13号星期？我不晓得，但是我那次的经验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他是真的快把我打下去了这样。哦，因为我架着，其实我被他架着这边，我其实就不太能动。所以你是一个很白目的人。我觉得我在认真的工作。跳下去飞机是不是要动一下才会觉得？那你海底那个海底真的小。我觉得那真的很危险。海底就是因为海底我不晓得会突然有流。对啊，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我觉得去海岛真的有很多意外，因为像那个我之前去海岛国家，去那个巴厘岛，然后我就很白目，就我带那个独角兽的那个游泳圈，那很有名啊。对，然后就后来我就把它放到海边，然后那海边我要下去的时候，救生员还帮我推出去，然后我就一边推一边就觉得哇好漂亮哦，然后喝点果汁，就越推越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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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远到一个不行哦，远到我在尖叫都没有人要理我，救生员已经离开了，离开了，超级远，看不到岸了，而且我还这样想说，哎，来飘2下试试看嘛，我跟你讲，你就反作用力，你就越弄，然后他就越往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那个救生员，他有那个很高的台子在那边嘛，然后这样，然后救生员在打招呼，然后我就很紧张，很紧张，然后我就在那边翻腾这样子，我想说哦，可以，我也可以游回来，但是真的很远，然后最后我就这样翻，然后我就一下啪，然后就整个翻过去了，然后果汁怎么办？我就直接跟果汁啊，搞不好很好喝哦。独角兽就把我整个压住，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一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脑筋想不到你要游出来，然后把它翻开，你就觉得独角兽会顶着你，就很慌张。然后我觉得我要死了，而且是不是踩不到底了已经？真的，就是你那个，就是它是真的会把你淹下去那种感觉。然后就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就想尽办法，然后就把那个角色这样弄，然后终于就游出来，但他看到我了。然后所以他就是有来救我，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内心祈求各种，他说如果有救上岸的话，我愿意怎样，拜托怎样什么的，然后真的一直在祈祷，然后我都不敢看，他就这样拖着我嘛，就把我让他去，然后你就想说到底我是在天堂还是在哪里，我有点没办法呼吸，已经呛到水了吗？对，我已经有呛到水，但我还没有昏倒，我只是就是眼睛闭着，我不敢看，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有没有被救到？我希望大家救我的时候不要再发生任何的意外，老天爷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任何的事情我都想过一遍，就是他到岸上的时候真的有气无力，然后全部都很苍白，奄奄一息。然后那时候男朋友那时候的男朋友，然后他来，然后他第一句话我就已经这样，然后但还没有到人工呼吸，只是大家就在看我状况，有不要给我水或者是叫救护车。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来，他都没有说什么，他说：“哎，那比基尼有点露的，你要不要遮一下？”他没有帮你，他没有，他就这样，而且他没有，他一把抱住，他没有抱住我。
你的，对，好想拿到大漏点呢，我帮你 P 个东西，没有，为什么不是大漏点？然后他在等下是两个点都露出来吗？一边而已啦。我觉得要就两边，单露一边不是很好看。而且他可以直接帮你分就好，对他没有，他问你然后他也没有拿毛巾这样子，然后他叫我遮一下这样子，这很不 OK， 然后我就真的这样子。我觉得你恢复体力之后，那个旅游应该就是立刻结束了啦。我们就真的立刻就跟他分手。去海岛国家超容易看出情侣能不能在一起。没办法，你刚刚不是说各地都可以，为什么要？我又没有海岛了，因为你看综合就是会发生很多这种状况啊，就会看得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海岛会发生，但在台北不会发生的？哦，裸泳之类这种东西就会发生。有啊，我有，因为你知道我前阵子我要去跑那个纽约马拉松，是全马，所以我每天都有课表要跑。然后我就很喜欢海岛国家，可是我跟我姐妹就约了去那个普吉岛吧，我们就是去海岸线，要说去住几天。可是我大概清晨4、5点我就要跑我的课表，然后课表是什么大概8K，所以要跑很长。哇塞！对，那前天我都跑沙滩吗？对，因为我就研究，我就赶快把 Google Map 拿出来看，因为我想说这个饭店好像怎么跑都不够，所以我就研究了这个海岸线。那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去海岛国家，那我就想说在饭店都穿比基尼嘛，就想说那好像就可以穿个比基尼去沙滩跑步。然后我就穿着我比基尼，好，都准备好开跑，开始跑。那时候还是清晨，所以就是天微亮，他觉得很浪漫，跑，突然开始不对，那个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饭店，可是我还没跑够啊，就说那我继续跑下去吧。结果越跑出我们那个饭店的时候，突然呢，跑一跑没多久，野狗出现了。野狗，因为我错估说那个饭店外面其实就是一般村庄。对，大家都知道饭店是饭店，可是外面有对，会藏外面我是想象的那不是，可能不是我，后面有牛吗？有，对，就是那种，好像出饭店就是看到开始野狗出来了，牛也出来了，然后野狗开始追我了，我就开始一直跑，糟糕，怎么办？我在沙滩上怎么办？那我就跑进那个他们的道路村庄好了，哇，那不跑还要一跑进去，所有当地人都看着一个穿比基尼，好奇怪，你不会跑进去，发现当地的居民都是拿着 AK 的那一种，你是在哪个地方独哭？对，因为我本来是很浪漫，然后就跑去，然后大家真的很想看我要吃早餐啊，那看，好像一直边跑，然后一直看，后来你知道跑到后来，我真的觉得太丢脸，因为我比基尼就很露嘛，而且你的比基尼都很小件，你下面也是比基尼的裤子吗？你有穿泳裤哦？就穿比基尼去跑，因为我就想说，全套。当时就想说没关系，海边很自然，在国外这样子哇，对，就跑到最后，居然有小孩冲过来说可不可以拍照，就是觉得可能没看过，对啊，这样就是真的很丢脸。后来跑了，不会跑16K 才回去吧？我觉得就没有绕完整个村庄，绕完整个村庄巡礼，然后很丢脸才回去。天哪！对啊，所以海岛国家还是有到海岛国家。可是女生去海岛国家会不会很容易被搭讪啊？我觉得在外面，我觉得会，但我有一个是被若琪搭讪，我觉得很奇怪。若琪就是杨森达老婆那个很强的若琪。若琪，就我们有一次去海岛，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海岛旁边的泳池畔喝酒，然后喝着呢，因为我喝醉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喜欢摸女生滑滑的皮肤，就我觉得很好摸，就跟睡觉时候摸耳朵会想睡觉一样，就我很喜欢摸别人滑滑的，摸若琪的皮肤很好，我就这样一直摸着她的大腿，然后就一直这样转圈圈，然后喝得很醉，然后就滑差不多，我就跟若琪说，若琪，那我要回房间睡觉了。然后我回房间之后呢，我就看到若琪传个讯息说，我在房间浴缸放好水，洗澡。然后我想说，若琪是要找我去跟她一起洗澡吗？那时候他还没有杨森达吗？有啊，他们已经交往啦。然后我就想，哇，他们玩很大哦。我就是想懂的若琪啊，杨森达懂玩哦。杨森达也在，没有杨森达不在，我们是纯粹就是一群姐妹去玩。然后这对夫妻不错。我就想说，以若琪这么强的个性，加赖是没有。上次一直约我出去，我就一直约我去他家，我就想说要不要去，原来是这样。没有，我就想说以若琪这么强的个性，她可能是觉得我们姐妹感情非常好，因为有一些女生是喜欢跟女生一起洗澡的。然后，但我那天晚上就真的是着实被吓到，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噩梦。主雷，你是海岛国家的。
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女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比基尼上。有一次我跟她又去一个海岛度假村，我确定在那边的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然后我就想说，好，这次我敢穿比较大尺度的比基尼出来了，然后只要拍到几张好看的照片我就够了。她专门帮我拍废片，就是一直对着逆光拍或是怎么样，一直拍的都不好，然后我叫他一直重拍，一直重拍。他就喜欢你的剪影啊，喜欢看你啊，喜欢你的剪影，这样比较好看呢。剪影的意思就是什么？为什么连剪影声说出来？为什么脸一定要清楚呢？其实我在意的是，夕阳下面有一个黑黑的肾。还有我在意的是，大片都是这样拍的，知道吗？你们不要帮他说话，给他说好不好？我最在乎的是把我拍得很胖，而且你叫他再拍一次，腿再长一点，不是脚要这样，他就越来越生气。然后越拍越烂，我就说，这样很像糯米肠，你把我拍成母猪，我就一直这样讲，最后我男朋友真的生气了，他说，我来海岛，我不是当你的摄影师的，再拍我就立刻就走。哎呦，然后这时候我就反而害我气焰不敢那么嚣张，我说那没关系，我们去那个无边际泳池，还要再拍，再帮我拍3张就好。你好烦啊！难怪他会生气。拍了一堆废片，能怎么办？1张都不过关呢。你就自拍一个脸漂亮就好了。Mojito的碎冰都要融光了。不是，你知道至少要像德烈跟 Junior 稍微蹲低一点，有没有？你知道我们身材不是那么好嘛。然后最后我就是走去泳池边拍的时候，我看我经过一个是黑头发的人，在讲日文的人旁边，然后我说在这边就好，然后再拍了一张呢，真的是不行。韩主义，你男朋友怎么没有把你甩掉啊？我们稳定的很好不好？我有其他的优点，然后重点是，我们比较想听那个。然后就是我看到那个日本人呢，你的优点是什么？声音好听，声音我们也听了还好，正向积极啊什么什么的。结果那个日本人开口说，正向积极，还要糊弄过去，让我讲完。我的优点就是我故事很完整。那个日本人开口跟我说，你挡到我们了，你可以我们再拍几张就好，这大家都是在拍照嘛，所以我才发现我刚才讲的什么母猪啊、奶挤一下什么什么的，全部都被那个我以为是日本人的人听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样很丢脸呢，你干嘛装什么日本人在旁边啊？干嘛讲一些？他会不会也怕？有装日本人吧？真的误以为他，对，是你误以为他。因为我看到他是黑头发，但是他讲英文，我就想那应该是日本人。等一下，这逻辑是你听他讲英文，决定他是日本人。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华人，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华人。可是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中文各种抱怨，什么奶散了啦、挤一下啊、母猪啊、糯米肠，全部被他听见。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容易被发现我是谁的。我想，这个华人可能很尴尬。你说那个人有发现你是谁？我觉得有你怎么知道他认出你了？就是那种很噗嗤的说，唐老鸭怎么？都可以。他有喊出刘涵竹吗？对啊，是也没有。可是你不觉得当你如果是你自己觉得吗？不是，你不觉得当你跟男朋友在抱怨一些什么母猪、糯米肠，然后被一个完全听得懂的人，其实全部听得懂，然后还要忍着笑，谁呀？好像不知道也算，但我就是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觉得男生就是求生欲，就是拍好照，我们只要1张就够。他刚刚是有放话说他的故事很完整，一定要让他讲完。对，因为那个故事已经要接近 ending 了吗 ？ending 啦，然后再来就可以聊下一个人的。我也不抢话，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怪男朋友拍照技术太差。就是我觉得导致于你。可是我觉得女性要不要反省一下，你们为什么那么爱拍啊？好的照片1张就够，不多，但是我也没有要拍很多。拜托，我们拍完照还要给人家看稿过件，好不好？大家看完你挑一下。所以我们一排男生出去带老婆带女朋友都是这样，大家男生准备做好开始，他们一叫我们拍照，我们就这样拍照。妈妈，我想要喝完了，拍完。这个姿势对，这个姿势对。毛起来再喝这样。这个姿势对，这个姿势对。还要顺便还蛮会修片的，不用女生自己修，有些男朋友可以帮女生修片，我们美在哪？对，最主要是构图，还有就是身材的比例。对，就让他们决定他们想怎么。但会拍照的男生是真的蛮加分，因为我也有在海岛国家发生一个很糗的事情，然后是豆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交往的时候，我跟一群姐妹去岘港，然后因为岘港的海边真的很漂亮，越南岘港，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的时候，就一群女生要拍完美照嘛。这时候就有2个男生很帅，就是又高又黑又壮，然后过来说主动说要帮我们拍照，因为他是亚洲面孔嘛，然后就想说我们不会这么知名到被认出来了吧？然后我们也是以为被认出来，因为他跟我们要 IG，然后他又要帮我们拍照，然后拍的时候呢，正在
在拍的过程中，然后豆就视讯啊，然后就说，他现在在帮我们姐妹拍照，然后说晚上的时候就跟我们要那个 Instagram， 说不定要约我们去喝酒，然后说我们被搭讪了，然后很开心，然后正在拍呢，3个姐妹都拍完之后呢，他也给我们看照片。真的拍得非常好，超级好，就是拍10张中9张的那种，而且也都不用修，不是剪影哦，是大正面，然后采光什么都很好，完美。然后但后来他就说，你看一下这几张 O 不 OK？ 我 AirDrop 给你。我说都很好啊。然后正要 AirDrop 的时候，他说1张5块钱美金。专业来拍照赚钱。他根本就没有认出我们，他也没有要搭讪，他就是在路边靠这个赚钱。街头摄影师。然后后来豆就视讯说，怎么样啊？你们晚上有没有跟那2个男生喝酒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后来想想都有男朋友，还是先不用好了，就没有讲出这个这么糗，对，太丢脸了，太丢脸了。可是思雨，你平常去的都是很多有训练啊，然后去什么深潜那些的，都是比较硬的嘛，对不对？你有遇过很危险的事情吗？我们女生去海岛国家不是都很喜欢去做 SPA 吗？对，一定要做 SPA， 一定是那个很好笑去行程，所以我每次都去饭店都第一个就安排 SPA。可是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啊，我们都是出饭店的问，然后一出饭店我们去海边玩好，那海边都会看到那种好像看似很浪漫的那种一个违帐啊什么什么，一个在沙滩上。然后我想说，上面也写 SPA 那我们去试试看好了。我就跟我女生朋友上去，就上去的时候一切都还蛮好，她还叫我脱比基尼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好像有点半裸，就等在上面。结果噩梦来的，那个风一吹哦，本来 SPA， 然后那个沙全部都粘在我的脸上跟身体上，然后他还是没停，因为他还是抹，他还是继续帮我按，他没有把那个沙移开，他没有，不开了，所以就直接变去角质哎，不会还是刮伤吧？就是很敏感，但是因为用语言不，就是那时候他不会讲英文，说 stop 他以为要更用力，然后还帮我这样硬推，就超痛，所以真的海边的 SPA。你不是有一个跟姐妹去，然后没有必要全裸的，发生什么语言误会的那个吗？那很好笑。你有帮他蕊稿？你看你的方式好像工作人员，一直引导哦。有一个，我第一次看到有帮人家看 run down 的，你讲，我们有个姐妹一群，她去给人家，这个真的很好笑。是你还是你朋友？我们2个之间的朋友，我以为是他发生，我就问，好像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跟一群人去按摩什么的，然后进去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们大家刚刚都没有戴浴帽吗？还是什么什么的？对。然后他们说没有啊，我们就很安全就按完了。结果后来他发现阿姨给他那个不是浴帽，是一个丁字裤，然后他还把它戴头上，所以他全裸，他男生要穿那条，应该换纸内裤给女生纸内裤去给他按摩的，然后因为语言不通，然后那个阿姨可能讲，他看他戴那个钉在他头上，我觉得这个他也没有办法，一直笑场，好不是给他按笑啊，阿姨一直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刚刚他就尤其是摸我头，他说你们都没有戴那个奇怪的浴帽，那是纸内裤，也不是全罩式的，就是露出所以他那个头发还从那2个洞这样串出来，很有创意哦。所以就是语言不通。对，结果阿姨就是一直无形的一直看到他那边，然后阿姨就很开心把它按完，然后就开心，然后他就出来就2个这样。对。可是去海边那样玩一天，头发什么这样晒什么的，很容易就揪在一起。对，有，我会哎，像我之前我去巴厘岛有一个海岛，去那个岛要蛮麻烦的，要坐车，然后要坐船，然后要爬山上山，然后要下到那个海滩，像海滩里面又要再玩水，所以你头发又进到盐水，整个都湿掉了嘛，然后又再爬上来上山。用爬升下来，又要坐车回来，所以一整天我那个头又加上喷那个防晒雾，整个头就变超油超干，整个头发都大结。你知道女生出去大家都香香，然后那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这边全部都是头皮屑。对，而且我就觉得说我头发都油一条一条，然后那个。尤其是那一次旅行，就会有男生嘛，就很害怕他闻到我头发那种油味、头皮味，我就说很紧张。我最近迷上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高尔夫下场的话，一次下场都要大概4个小时吧，然后烈日，尤其是现在太阳很晒。
然后我现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出去的时候头发都还 OK， 可是大概到打1、2个小时，我头皮就开始出油，然后完美的发型就整个这样扁塌下来，然后就压得扁扁的。你知道女生最注重就是头发一定要蓬松，对，你看这什么？这是我的头发，这样流浪很多天没洗，对，整个很扯哎，你看，还有我平常很爱在河边跑步，看，这个头发看起来好油哦，超油，但是头皮很 OK， 一根的，因为我现在大概跑步都要跑大概半小时，其实一出去开始跑你就开始爆汗了，所以你的整个头发就会被那个汗水浸湿啊，然后这样一条一条这样粘在这边，然后很油、很脏、很恶心。而且现在划龙舟，那个头应该会更臭，对，又油又臭。划龙舟也是，因为划龙舟那个水还会这样溅上来，哇，就是各种夏天我都会经历到这些，就是头皮啊、发油那种很尴尬的状况。怎么办？你还是那么凹痘，对啊，人间看起来很 OK。对啊，因为你看我那么常出去，其实我就会是注重说皮肤要保养，我们都会擦防晒嘛，或者常晒，所以我也很常会去拜访皮肤科的医师朋友，就说护理啊，是不是这边要注重什么？我那天就跟我皮肤科医师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对啊，你脸的肌肤是保持得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头皮跟脸都是同块皮肤，你有做好的保养吗？我说，对耶，他们明明是连在一起的，可是我每次都忽略掉说，只要顾脸，可是我头皮都没有顾到，所以我说，他说你看你这边都有一点点头皮屑都已经落下来，我说那天我穿深色的，所以超明显，我那一看说，对耶，我好像这阵子晒太阳真的晒得严重，全部都有头皮屑这样，所以我今天的医师朋友那时候他也推荐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头皮的护理的洗发精，是油水平衡系列的头皮灵感瓶，然后我今天有带哦，对，我现在已经有，对，可以给大家借我们看一下，好，来，就是这一瓶油水平衡系列的头皮灵感瓶，这个很有名的，很有名，对不对？大家对都一定有用过，好像林柏宏有在用，对不对？对，没错。小时候爸爸有头皮屑的时候，都会叫我们去帮他买，对，而且你看我们皮肤医师有跟我说，我们通常会以为说头发要洗很多次才会洗干净，对，所以像我可是像我这样，我就是运动早上起来运动洗一次，就会洗了3、4次之后，头皮反而变得非常敏感，对，因为我们强力的清洁那个头皮，然后就导致它非常干，你会觉得说好干哦，那我再用滋润一点，又把整个头皮弄得很油，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很干，跟很有恶性循环。夏天一流汗这样整天下来，头皮油耗会很严重。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照顾我们头皮的话，就是头发的细菌滋生啊，还有一些油都会让头发可能会有严重，会有掉发的问题，真的会就会很严重。所以有这个的话，我就觉得说它会让我的头皮非常舒服跟轻松。但它比较特别的是，有时候我们洗头发的时候，洗一洗好像觉得说，我好像为什么我睡觉起来，我头发好像就已经塌了。对啊，好像为什么明明是洗发精，可是而且明明天天洗，但是头还是很油的感觉，越洗越油，对，或者是好像大概半天就不行。可是它这瓶它真的不会，它会让我觉得说，大概可以到72小时都会觉得头发非常哇塞很棒耶，72小时，因为像我早上其实我也有洗头，我就觉得一直都很舒服很轻松。即使我洗都不会觉得说很干涩，因为它成分非常的温和。那我就觉得说，这很特别，我就想说我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它可以让我的头皮比较清爽，然后可以长时间都没有那种油耗味。很特别是它有一个亲肤性的果酸，对，它是可以温和的把我们头皮上的那个脏的油脂先轻轻的去掉。对。为什么会有油耗味？是因为通常一般洗发精可能把那一层的油脂洗掉之后，它毛孔没有深层清洁，对，所以它第二个那个成分就是可以深入毛孔的控油成分。对，所以你的头皮清洁了，你的毛孔也畅通了，所以当然就没有油耗味，而且也不会有扁塌的问题。所以还是深层的。那第三个我自己很喜欢是一个薄荷的精粹，洗完头会凉凉的。尤其是现在一直下雨的时候，就是要舒爽的感觉。舒爽的感觉啊，你就是希望整个头皮可以呼吸。那我自己长期用下来呢，头皮调理好了，油水平衡，那个头皮就会变得非常健康。光听就很舒服。你现在发质看起来超好，是不是？我早上我跟你说，我早上才刚刚去跑完步，然后我洗完，整个现在头皮很。这是怎么播的？
哇，这拍广告，真的，可以看我这个头。哎，你这样子我就闻到那个香味了，哎，头发很香，很健康，很健康。对，好顺哦，大家可以来，好飘逸哦。大家可以，场外的也可以吗？什么大家可以来？很香哎，你看很香。我的优点就是很好配合，我觉得真的很香，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味道啊，是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的。它是有那个薄荷对，就是男生也不会觉得反感，所以我觉得男女都适用，是一件很划算的事。你刚差点过去摸，是不是？对，又好，对啊，你看，丝滑很轻，对啊，一点都不厚重。我有。对啊，很干爽哎，很干爽，对啊，然后它就彻底就解决我就是那种夏天有头皮油耗味啊或头皮屑的问题。哎呦，重点是这几样产品都没有细磷的成分，对，起码用这个是最重要的，很重要，对啊，重要。然后大家因为我看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像我是很注重那种头皮的护理。那可能像有一些人头皮比较干的，它这边还有2种，一个是保水，紫色的是保水舒缓型，所以可以给就是头皮比较太干的人使用，染烫的人使用。然后这个是控油的绿瓶，是控油蓬松型，就是你如果针对头皮比较会容易出油，也可以考虑这一个。对，所以这几个都非常好用。可是我刚刚闻着蛮香，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只有薄荷味，它有个柑橘香，很清爽，很适合有一点海洋的感觉。主要蛮喜欢它，很温和，不会像有一些强效洗发精，可能洗完之后你觉得很刺激，对，然后反而变得很敏感。它是真的非常温和，但是又非常好用。哎呦，夏天很适合，所以这个头皮的灵感瓶可以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就是还是很想要去海岛国家玩吧？很好玩啊！只是说那个规定啊，每个地方的规范一定要记清楚，才不会犯法。希望大家玩得安全，玩得开心。又不讲话。我有预感，你好像还有 something。没有了。好，那就讲啊，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